這個時代，我們聽過太多這樣的話，只要你夠努力，就沒有改變不了的命運。只要你願意拼，這個世界遲早會給你想要的一切。我們把這些話貼在牆上，寫進日記，當成深夜裡撐下去的力量。可是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有一個聲音會悄悄浮上來，輕輕問我們一句：真的是這樣嗎？為什麼有些人拼盡了全力，依然走不出那道坎？為什麼有些事我們明明那麼用心，結果卻偏偏不如人意？為什麼有些人我們愛得那麼深，最後還是留不住？我們咬着牙，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告訴自己，是我還不夠拼，是我還不夠好。於是我們把自己逼得越來越緊，越來越累。可那道坎，那件事，那個人，卻好像怎麼用力都搬不動。直到精疲力竭的那一刻，我們才忍不住想問，這世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事，是無論我們怎麼努力都改变不了的？今天我們不談成功學，也不灌心靈雞湯，我們要回到2000多年前，回到佛陀的智慧裡，去聊一個聽起來自相矛盾，卻可能讓你瞬間放下半生重擔的真相。佛陀說過一句很有力量的話：命由己造，意思是你的命運是你自己一手造出来的，你的福報是你自己親手求來的。听到這句話，很多人會精神一振，原來命運真的可以改。可是就是這同一位佛陀卻又親口說過，這世上有3件事，連他這位福慧圓滿神通無量的覺者都改變不了。哪怕你再努力，再虔誠，再聰明，這3件事誰也改不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命既然由己造，為什麼又有3件事改不了？這2句話放在一起，難道不是前後打架嗎？別急，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把這個橫亘在無數人心裡的死結一層一層解開。看懂了，你會明白，真正的智慧從來不是死命去改變一切，而是分得清什麼該拼盡全力，什麼該坦然放下。我們先說命由己造這4個字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它最有名的出處是一部明朝的家训，名叫《了凡四訓》。寫這部書的人叫袁了凡，他原本不叫了凡，叫袁黃，浙江嘉善人，生於1533年。袁了凡年輕的時候遇到過一位很会算命的孔先生，這位孔先生用一套精密的術數，把袁了凡的一生算得清清楚楚，哪一年考試考第幾名，哪一年做官能做到多大的官，每年俸禄多少，全都說得分毫不差。最後孔先生還斷言了2件事：第一，袁了凡命中无子，這輩子注定不會有兒子；第二，袁了凡的陽壽只到53歲。一開始袁了凡將信將疑，可是接下來10幾年，孔先生算的每一件事竟然全部一一應驗，連考試的名次都一字不差。你想想，當一個人親眼看着自己的人生像一出早就寫好的劇本一樣，一幕一幕準確上演，他會是什麼心情？袁了凡徹底信了。他想，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我還努力什麼呢？想了也是白想，求了也是白求。於是他心如死灰，整天靜靜地坐着，連書都懶得讀了，反正讀不讀，命都那樣。1569年，30多歲的袁了凡在南京栖霞山遇到了一位將要改變他一生的高僧雲谷禪師。2個人在禪房裡相對而坐，整整3天3夜。袁了凡一個雜念都沒有起。雲谷禪師很驚訝，他說，一般人之所以成不了聖賢，就是因為心裡妄念太多，定不下來。你做了3天3夜，居然一個妄念都不起，你是怎麼修的？袁了凡老實回答，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這輩子是榮是辱，是生是死，全都有定數。就算我起妄念，也沒什麼好想的，所以乾脆就不想了。雲谷禪師聽完，忍不住笑了。他說，我本來還以為你是個了不起的豪傑，原來你只是個被命運綁住的凡夫俗子啊！袁了凡愣住了，問，此話怎講？雲谷禪師說出了一段足以震動人心的話。他說，
一個普通人心裡總有妄念不停地流轉，所以才會被陰陽氣數牢牢困住，這才有了所謂的定數。可是你要記住，只有普通人才會被數困住。一個極善的人，他天天行善，福報天天增長，命數就拘不住他了。一個極惡的人，天天造惡，命數同樣算不準他。你20年來被孔先生算定，連一絲一毫都不敢動，這不正是被命運綁死的凡夫嗎？袁了凡聽得心頭一震，連忙追問：難道命運真的可以改嗎？雲谷禪師說出了那句流傳幾百年的話：命由我做，福自己求。你的命是你自己造的，你的福是你自己求的。你造惡，自然折損福報；你修善，自然增添福報。這從來不是迷信，而是天地之間最公道的一條法則。從那一天起，元皇給自己改了名字，叫了凡，意思是從今往後，我要徹底告別那個庸庸碌碌、認命等死的凡夫。雲谷禪師教了他一個方法，叫功過格，每天把自己做過的事一筆一筆記下來，做了一件善事，就記在善的那一欄；做了一件惡事，就記在惡的那一欄。每天反省，日日精進。袁了凡先發願要做3000件善事，後來又把目標提高到10000件善事。他在保底當县令的時候，看到老百姓的賦稅實在太重，就大刀闊斧地把全縣的田賦減了下來，讓萬千百姓得以喘一口氣。結果呢，孔先生算他命中无子，他後來生了兒子。孔先生算他活不過53歲，他卻一直活到了74歲，整整多活了20多年。孔先生算他官運平平，他最後一路做到了兵部的官職。袁了凡用自己的後半生，親手把那本早就寫好的命運劇本徹徹底底地改寫了。69歲那年，他把這一生的經歷寫成了一部書，傳給自己的兒子，這就是《了凡四訓》。全書講了4件事：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可它的核心其實只有一句話：命運不是用來認的，而是用來改的。在改過之法裡，袁了凡還特別講到，一個人要真正改過，得先升起3種心。第一是羞恥心，想到那些聖賢跟我同樣是人，他們能流芳百世，我卻可能虛度一生，怎麼能不知恥？第二是敬畏心，明白舉頭3尺有神明，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每一個起心動念，天地都看得清清楚楚。第3是勇猛心，知道自己錯了，就要像快刀斬亂麻一樣，當機立斷，絕不拖泥帶水。正是這3顆心，讓袁了凡一天天脫胎換骨，把那個被命運定死的自己徹徹底底地改造了過來。所以你看，命運的改變從來都不只是行為的改变，說到根上，是一顆心的改变。命由己造這4個字重重地砸在每一個相信宿命的人心上。說到改命，很多人腦子裡浮現的是燒香拜佛，是求籤改運，是找人看風水，調個方位，帶個物件。可袁了凡改命靠的從來不是這些，他靠的是把功過格上那一筆一筆的善惡老老實實地記下來，是日復一日地反省自己，是看到百姓受苦，就真的去把那沉重的田赋減下來。佛門講的改命，從頭到尾改的都是2樣東西，一個是你的心，一個是你的行。心一轉，念頭就轉；念頭一轉，言行就轉；言行一轉，種下的因就轉；因一轉，將來結的那個果自然也就跟着轉了。這世上沒有什麼神秘的捷徑，能讓你繞過自己的起心動念，去憑空改掉命運。真正的改命，樸素得就像吃飯睡覺，難就難在你願不願意，日日不間斷地去做。說到這裡，你可能已經熱血沸騰了。原來命運真的可以改。那既然如此，為什麼佛陀又說有3件事再怎麼努力也改不了呢？這就要說到另一個更深也更震撼的道理了。時間往前推到唐朝，有一位高僧，法號圓規禪師。
河南洛陽人，生於644年。傳說他道行極高，連山神都親自來向他求受戒律。就在點化這位山神的時候，圓規禪師講出了一句讓後世佛門念誦了1000多年的話，叫做“佛有三能，三不能”。什麼是三能？圓規禪師說，佛能夠看透世間一切的表象，成就無上的智慧；佛能夠洞悉一切眾生的本性，看盡億萬劫以來的因緣往事；佛能夠廣度無量無邊的眾生。這就是佛的三能，神通廣大，智慧圓滿，看起來幾乎無所不能。可是話鋒一轉，圓規禪師接着說，佛雖然如此偉大，卻有3件事是連他也做不到的。第一，佛不能立刻消滅一個人的定業；第二，佛不能度化一個跟佛沒有緣分的人；第三，佛不能把天下所有的眾生統統度盡。這3件就是佛門裡赫赫有名的3不能。後來的佛弟子把這3不能又進一步講成了4件事，聽起來更貼近你我的人生。第一，因果不可改，自己種下的因只能自己來嘗那個果，誰也替代不了。第二，智慧不可賜，一個人的智慧必須靠他自己一點一滴去磨去悟，沒有誰能直接塞給你。第三，真法不可說，宇宙人生最深的那個真相，語言根本講不透，只能靠你自己親身去證。第四，無緣不能度，一個打從心底就聽不進去的人，你說再多的話也度不了他。這4句話看似各說各的，其實指向的是同一個核心。那些最關鍵的功課，誰也代替不了你。很多人聽到這裡會大吃一驚，佛不是萬能的嗎？佛怎麼會有做不到的事？其實這恰恰是佛法最了不起也最誠實的地方。佛從來沒有把自己包装成一個有求必應無所不能的神。曾經有一位活佛說過一段話，特別動人。他說，我這個佛陀沒辦法用聖水洗掉你的罪業，也沒辦法用手替你拿掉身上和心裡的痛苦，我心中的那份覺悟更沒辦法直接移植到你的身上。我能做的只是用真理來教化你，讓你自己去解脫你自己。你听，這才是真正的慈悲。佛不是不肯救你，而是有些東西從根本上就只能靠你自己。你仔細想想，一個敢於承認自己有所不能的智慧，是不是反而更值得你信賴？這世上有太多東西，逢人就拍着胸脯保證，只要你信我，只要你交錢，我就能讓你消災解難，有求必應，要什麼給什麼。可佛陀偏偏不這樣。佛陀的偉大從來不在於他能變什麼戲法，能滿足你多少貪求，而在於他把這個宇宙最真實的法則原原本本地揭示給你看，告訴你因果是怎麼一回事，告訴你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從不对你撒一個甜美的謊。這一份誠實才是最深的慈悲。那麼佛的這3不能跟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太大了。如果我們把這3不能翻譯成你我每天都在親身經歷的人生，它就變成了3件再怎麼努力也改不了的事。接下來我們就一件一件慢慢來说。第一件改不了的事，是你已经造下的因果。佛法裡有個詞叫做定業。什麼是定業？簡單講，就是那些已經種下而且已經成熟，注定要由你來承受的果報。種子已經種下去了，芽已經發出來了，果子已經結出來了。到了這個時候，你再後悔再用力，也回不到當初那個還沒種下的時刻了。你也許會說，佛那麼大的神通，難道連這個都改不了嗎？我們來看2個佛經裡真實記載的故事，看完你就會明白這件事的分量到底有多重。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弟子目犍连。這位尊者的神通有多厲害？他可以上天入地，可以一隻腳踏在大地上，另一隻腳踏上梵天，輕輕一搖就能撼動須彌山，大水淹不死他，烈火燒不傷他。可是有一天，一群外道嫉妒他，想要除掉他，
借此來打擊佛陀的名聲。他們雇了殺手，把目犍連團團圍住。前2次，目犍連都用神通輕輕鬆鬆地脫了身，可是第3次，目犍連在禪定當中清清楚楚地觀察到自己過去世還有一筆業債，始終沒有還清。他心裡頓時明白了，這一次神通不能再用了，這個債是時候該還了。於是他放下神通，任由那些人用亂石把自己活活打死，鮮血淋漓，骨頭盡碎。消息一傳開，佛陀的弟子們都無法接受，這麼一位叛命護持佛法、神通蓋世的大尊者，怎麼會死得這麼慘？怎麼連佛陀都不出手救他？佛陀很平靜地告訴大家，神通再大也敵不過業力。目犍連這一世死得這麼慘，是因為他在過去世曾經造過極重的惡業。原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世，目犍連曾經聽信了妻子的挑撥，動了惡念，甚至狠心想要害死自己年邁失明的雙親。就是這一筆極重的業，讓他即使這一世修行清淨，貴為神通第一，那筆債到了該還的時候，還是得用生命去償還。神通可以躲得過一時，卻躲不過業力最後的清算。這就是佛門常講的定業不可消。說到目犍連，還有一個流傳極廣的故事，叫目連救母。目犍連修成神通之後，一心想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他用天眼一看，卻發現母親因為生前慳貪刻薄，又誹謗過佛法，死後竟墮入了惡鬼道，餓得只剩一把骨頭。目犍連心痛如絞，趕緊用神通盛了一碗白飯，要送到母親嘴邊。可是那碗飯一靠近母親的口，立刻就化成了一团火炭，怎麼也吃不下去。神通第一的目犍連眼睜睜看着母親受苦，卻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哭着去求佛陀，佛陀告訴他，你母親的業障太重，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救得了的，必須仰仗十方眾僧的福德之力，才能超度他。這個故事後來就演變成了每年7月民間追思先人的傳統。你看，連神通第一的目犍連面對自己至親的業力都這樣無能為力，我們又怎麼能指望靠着一點點自以為是的努力就去扭轉那既定的因果呢？業力面前再大的神通都顯得那麼渺小。第二個故事更讓人心頭一顫，因為他連佛陀自己的親族都救不了。佛陀的故鄉有一個叫琉璃王的人，因為年少時曾經受過释家族的羞辱，登基之後發了毒誓，要血洗释家族，也就是要滅掉佛陀的整個家族。大军出動的那一天，佛陀做了一件事，他沒有施展任何神通去阻擋那千軍萬馬，他只是默默地去坐在了大軍必經的路上，坐在一棵枯死的沒有半片葉子的樹底下。琉璃王見了很奇怪，問佛陀，這附近明明有枝葉茂盛的大樹，您為什麼偏偏要坐在這棵枯樹底下曬太陽呢？佛陀說了一句讓人聽了鼻酸的話，他說，再濃密的樹蔭也比不上自己親族的那一片陰涼啊。琉璃王被這句話深深打動，掉頭就回去了。第二次、第三次，佛陀都用這樣的方式把這支復仇的大軍給勸退了。可是到了第4次，佛陀沒有再去攔，因為佛陀以他無上的智慧看得清清楚楚，釋家族今天遭的這一場滅頂之災，是他們累世以來自己一點一滴種下的定業，這個果報已經到了非還不可的時刻。連目犍連都看不下去，他用神通把幾千個族人裝進了自己的钵裡，送上天空，想要保住他們的性命。等到屠殺結束，目犍連打開钵一看，裡面的人竟然全都化成了一灘血水。目犍連痛苦地問佛陀，為什麼我判了命也救不下這幾千人？佛陀只是無比慈悲地說，這個因果是躲不掉的。你看，連佛陀自己都得親自承受定業。佛經裡還記載，佛陀在過去某一世曾經敲過一條大魚的頭3下，就因為這個小小的因，等他成佛之後還受了整整3天頭痛的果報。圓滿如佛，
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你，是我。那麼這第一件改不了的事到底在告訴我們什麼？它在告訴我們，你過去做過的事，說過的話，傷過的人，錯過的機會，那一切已經發生，已經結成果實的因果，是這世上最改不了的東西。覆水難收，破鏡難圓。你昨天冲口而出的那句傷人的話，今天再怎麼後悔也收不回来了。我們這一生有多少個夜晚是在反反复复地咀嚼那些早已無法挽回的過去，把自己折磨得遍體鱗傷，輾轉難眠。可是請你一定要聽好，佛陀講定業從來不是要我們絕望，要我們認命，而是要我們學會2個字：承擔。命由己造，這句話的另一面意思就是，既然是你自己造下的，那你就坦坦荡荡地接住它，認下它。哭沒有用，怨更沒有用。聰明的人不在已經結出的果上流淚，而在還沒種下的因上用心。佛門裡有一句話：眾生為果，菩薩為因。普通人總是害怕壞的結果，卻在種下惡因的當下肆無忌憚，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每一個起心動念的當下，就小心翼翼地呵護好自己即將種下的每一顆種子。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有因果，為什麼這世上偏偏有那麼多好人受苦，壞人享福呢？這就是因果裡最容易被人誤解的地方。因果從來不是只看你這一生，它貫穿着過去、現在、未來這3世。那些現在還在享福的惡人，不過是在提前支取消耗他過去世積下的福報罷了。他今生造下的這些惡業，將來的苦果一個也逃不掉。而那些現在正在受苦的好人，是在了結他過去世欠下的業債。他今生默默種下的這些善，將來的福報分毫也不會少。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當你看懂了這個橫跨3世的長鏡頭，你就不會再為眼前一時的不公平而憤憤不平了。而且佛法還為我們留了一線最珍貴的光。定業雖然極難改變，卻不是一塊永遠不變的鐵板。曾經有位大德打過一個很妙的比方，你修行的力量就好像往一鍋滾燙的熱水裡慢慢加進冷水，你加的少，水當然還是燙的。可是當你不斷的懺悔，不斷的行善，不断的修心，這份力量越積越厚，總有一天，那一鍋業力的滾水會被你一點一點的轉成溫的，轉成涼的。過去那件事本身，你的確改不了，但是它原本帶你去的那條路，你還可以用今天的善，慢慢的一寸一寸地把它搬向光明的方向。這才是命由己造真正的分量所在。說完了過去，我們來說第2件改不了的事。這一件幾乎是天底下所有痛苦的根源，它就是別人。佛說的3不能裡，第2條就是佛不能度化一個無緣的人。什麼叫無緣？就是那個人跟佛法、跟道理暫時還沒有結上那一份緣。你跟他講再多的真理，他一句也聽不進去。你為他操碎了一顆心，他卻無動於衷。佛門有一個很傳神的比喻，想去度化一個無緣的人，就好像你想去澆灌一棵沒有根的草，你澆再多的水，施再多的肥，那棵無根之草還是活不過來。為什麼？因為問題根本不在水，而在它沒有根。佛法雖然無邊，卻偏偏渡不了一個鐵了心怎麼也不肯回頭的人。我們這一生裡有多少痛苦，是因為我們叛了命，想去改變另一个人。你看着你的另一半身上有一個壞習慣，你說了1000遍，他就是不肯改。你看着你的父母固執地守着一些老觀念，你磨破了嘴皮，他們就是聽不進去。你看着你的孩子明明走錯了方向，你急得整夜睡不着，可他偏偏要往那條路上走。你看着你最好的朋友沉迷在一件你明知會害了他的事情裡，你苦口婆心，他卻離你越來越遠。我們總以為只要我愛得夠深，只要我說得夠多，只要我夠用力，我就一定能把對方掰回正路。可是佛陀用3不能告訴了我們一個殘酷卻又無比解脫的真相，你渡不了他。連佛陀那樣圓滿的智慧，那樣深廣的慈悲，
都渡不了一個無緣的人，那你又憑什麼覺得自己一定能改變另一個打從心底就不願意改變的人呢？我們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為了一個人，把道理講了一遍又一遍，把好話說盡，把臉色也擺盡，甚至流着淚去求、去逼、去威脅，可換來的只是他更深的沉默和更遠的背影。我們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怨氣沖天、疲憊不堪的人，還理直氣壯地以為這一切都是因為太愛他。可是你靜下來想一想，你真正想改變的到底是他，還是那個無法接受他原本模樣的自己？當你終於肯放下那只緊緊抓着對方的手，你會驚訝地發現，最先鬆一口氣的不是他，是你自己。原來這麼多年把你壓得喘不過氣的，從來不是那個改不了的人，而是你那一份非改不可的執念。這背後其實是佛法裡最根本的一條法則：自作自受。每一個人都在承受着屬於他自己的因果。佛門有一句話說得明明白白，就好比我吃飯，沒辦法讓你也跟着飽，你喝下了毒藥，我也沒辦法替你去死。每一個人的人生功課，到頭來終究只能他自己來做。你可以把那碗飯端到他面前，但你沒有辦法替他把那口飯咽下去。這聽起來好像很無情，可它其實是一種最深的尊重。尊重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要走的路，要還的債，要悟的道。這一份尊重其實是最高的愛。我們常常打着愛的旗號去替別人做決定，去安排別人的人生，去要求別人必須按照我們認為對的方式去活。可那不是愛，那是控制。真正成熟的愛，是我把我能給的都給了，把我能說的都說了，然後我尊重你，最終會走出一條連我都意想不到的路。父母对孩子最深的成全，不是替他擋掉所有的風雨，而是相信他有能力在風雨裡自己長成一棵大樹。朋友對朋友最深的情誼，不是把他攥在手心，而是給他轉身離開，也給他隨時回頭的自由。當你能夠這樣去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才算真正讀懂了佛陀講的那一份慈悲。那位活佛的話在這裡又一次響了起來，我的覺悟沒辦法直接移植到你的身上。是啊，連佛陀都做不到，把自己的開悟硬生生塞進另一個人的腦袋裡。一個人的覺醒只能靠他自己，在他自己的時節因緣成熟的那一刻，由他自己親手完成。這裡要特別提醒一句，隨緣絕對不等於隨便。很多人一聽到隨緣2個字，就以為是放棄努力，是冷眼旁觀，是什麼都不做了。那真是天大的誤會。隨緣的前提是你已經盡了全部的心力，該說的話你都說了，該做的善你都做了，該結的緣你都結了，然後你才把最後的結果交給因緣，交給時間。一個是壓根就不去耕耘，一個是耕耘之後不執着於收成，這兩者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佛法從來不是叫我們做一個冷漠的旁觀者，而是叫我們做一個盡了心卻又不糾纏的智者，默默地撒下善的種子，然後問心無愧。所以這第2件改不了的事，就是別人的那一顆心。看懂了這一點，你會卸下半生的重擔，你不必再為了改變誰，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傷痕累累。你真正能做的，其實只有一件事，就是把你自己好好的活成一束光。佛法不是叫你冷漠，不是叫你從此撒手不管，而是叫你隨緣，就是你依然種下善的種子，你依然把道理講給他聽，你依然用你自己的生命去示範什麼叫做好的活法，然後你輕輕放下那個非要對方立刻改变的執着。因為圓規禪師早就說過了，無緣也只是這一時的事。今天他跟你無緣，不代表他永遠跟你無缘。也許等到某一天，他自己摔了一個大跟頭，痛了，醒了，他的緣分到了，你当初為他種下的那一顆種子，就會在他心裡悄悄發芽。你要做的從來不是去拔苗助長，
而是把自己修好，把善緣結好，然後安安靜靜地等待。改變不了別人，就先改變自己；度不了別人，就先度好自己。這不是消極，這是天底下最高級的一種清醒。現在我們來說第3件，也是最深、最無人能逃的一件，改不了的事，它就是無常。佛說3不能理，第3條是佛不能度盡所有的眾生。為什麼度不盡？因為這個世間的眾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就像一條永遠不會停下來的長河，前浪剛剛退去，後浪緊接着又湧上來，生生滅滅，從來沒有一刻停歇。圓規禪師說，眾生界本無增減，這條生死的長河，你永遠也走不到它的盡頭。把這個道理落到你我這一生身上，就是2個字：無常。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一切都在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可以永遠的停留。這是宇宙之間最根本也最無法撼動的一條法則。佛法把這個無常看得極透極透。他說，這世間的萬事萬物都逃不過4個階段：成、住、壞、空。一棟房子從蓋起來到有人住，到漸漸老舊破損，最後夷為平地。一段感情，一份事業，一個朝代，乃至我們這一具身體，無一不是在升起、停留、變化、消散的循環裡打轉。哪怕是我們腦海裡的一個念頭，也是前念剛生，後念就滅，一刻也不曾停下。我們越是想死死地抓住點什麼，求它永遠不變，就越是痛苦。因為你緊緊攥在手裡的，本就是流動的沙，是天上的雲。佛法講這些，不是要你變得消極悲觀，而是要你在看清這個真相之後，能夠輕輕地鬆開那一只一直緊緊攥着的手。我們這一輩子判了命想要抓住的，不就是一個常字嗎？我們希望青春能夠永駐，可是無常說不行，你會老。我們希望身體能夠永遠健康，可是无常說不行，你會病。我們吃最好的補品，做最勤的養生，可是衰老還是一寸一寸地爬上身來，這一點誰也改不了。我們希望能和最愛的人永遠不分離，可是无常說不行，這世上有一種苦，它的名字就叫愛別離。今天還陪在你身邊的人，明天也許就遠走他鄉。今生還能緊緊相擁的人，總有一天要天人永隔。愛別離這3個字，說起來輕，受起來重。它可能是你送別年邁父母的那一個清晨，可能是兒女長大離家，房間突然空下來的那一個黃昏，也可能只是一段曾經以為會走到最後的感情，最終還是走散在了茫茫人海裡。我們這一生就是在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離別裡，慢慢學會什麼叫做珍惜。可偏偏我們總是要等到失去之後，才真正讀懂了擁有的分量。佛陀講無常，不是要我們對離別麻木，而是要我們趁着還能相聚的時候，把那一句愛，那一個擁抱，那一頓飯都給得足足的，不要留下太多來不及的遺憾。最改不了的那件事，說到底就是生老病死这4個字。你可以是富甲天下的帝王，可以是神通第一的尊者，可以是福慧圓滿的佛陀，到了那一刻，生命還是會慢慢謝幕。佛陀自己最後也實現了涅槃，安詳地離開了這個世間。我們可以用盡一切辦法去延緩它，去逃避它，去假裝看不見它，可是我們改變不了它終將到來這個事實。而在這生死大限面前，還藏着一個更深的真相。我們忙忙碌碌奔波的這一生，盼命積攢下來的金銀財寶、房子車子，還有那些汲汲營營求來的名聲地位，到了那一刻，竟然沒有一樣帶得走。佛門有一句話說得透徹極了，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你能帶走的，竟然只有你這一生種下的那些業，那些善的、惡的、因因果果。你看，這第3件事，講到最後，又悄悄地繞回到了第1件事，
無常會帶走你擁有的一切，可唯獨因果業力才是真正跟着你永恆不滅的東西。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會把他這一生有限的心力都投注在這唯一帶得走的東西上面，那就是好好的修自己的德行，好好的積自己的善業。說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有點沉重，可是請你先別急着難過，因為這第三件改不了的事，恰恰藏着佛法裡最溫柔的一份禮物。正因為一切都會過去，所以眼前的這一刻才顯得如此珍貴。正因為相聚不可能長久，所以此刻能和你所愛的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才那麼值得你全心全意地去珍惜。無常拿走了一切，可是无常也在悄悄地告訴你，那就好好的活在當下吧，把你的心從追悔過去、憂慮未來的雙重折磨裡輕輕地拉回到此時此刻。這就是正念。正念聽起来玄，落到日常裡其實很具體。它就是当你陪着父母吃一頓家常飯的時候，心思不要飄到明天的工作上，而是真真切切地看着他們臉上的皺紋，聽着他們重複過很多遍的嘮叨，告訴自己，這樣一頓平凡的飯，能再吃一頓就少一頓了。它就是當你牽着孩子的小手過馬路的時候，不要急着催他快走，而是低下頭，感受一下那只小手的溫度，因為這只手會一天一天的長大，總有一天會從你的掌心裡悄悄地抽走。無常不是要嚇你，無常是在用最溫柔的方式提醒你，你以為理所當然的這一切，其實每一樣都是限量的。看懂了這一點，你就再也捨不得把當下的日子過得潦草了。而且你千萬別忘了，無常這把刀是兩面的，它會帶走美好，可它同樣也会带走苦难。你现在觉得怎么也过不去的那一道坎，无常说别怕，這個也會過去。你此刻正在承受的那一份痛，無常說撐住，它不會永遠。圓規禪師那句話最深的用意正藏在這裡，定業也不會牢牢的永久的壓着你，無緣也只是這一段時節裡的事。眾生界本來就沒有真正的增，也沒有真正的減，一切都在流動，所以一切都還有希望。這世上沒有一種痛苦是永恆的。真正明白了無常，你才能在最深最深的黑暗裡依然堅定地相信黎明。講完了這三件改不了的事，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影子？無論是已經造下的過去，還是那個不肯改變的別人，還是那躲不掉的生老病死，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已經不在我們此刻的掌心裡了。過去是已經發生的，握不住；別人是另一個獨立的生命，管不了。無常是天地運行的法則，攔不下。我們之所以痛苦，幾乎都是因為把太多太多的心力投到了這些我們根本握不住、管不了、攔不下的地方。可是反過來想，當這三樣全都被排除在外之後，到底還剩下什麼是真正屬於我們，是我們此時此刻伸手就能掌握的呢？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你當下的這一顆心和你下一步的這一個選擇。好了，我們把這三件事再放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裡。佛說命由己造，可佛又說有三件事改不了，這兩句話到底矛不矛盾？走到這裡，你的心裡應該已經有答案了。他們一點都不矛盾，他們恰恰是同一種智慧的一體兩面。佛陀其實是用這兩句話幫我們把整個人生畫成了清清楚楚的兩半，一半是已經發生了的，那就是你過去親手造下的因果，是別人自己選擇要走的路，是無常生死這條誰也擋不住的長河。對於這一半，佛陀只教我們一個字：隨緣，接受，放下，承擔。另一半是還沒有發生的，那就是你的下一個念頭，你的下一個選擇，你此時此刻這一顆還能夠做主的心。對於這一半，佛陀教我們另一個字：造。命由己造，
全力以赴，認認真真的去種下每一顆善的種子。這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條行駛在人生長河上的小船，這條河往哪個方向流，水流有多湍急，河面上刮的是什麼風，這些都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它就像我們的定業，我們的處境，我們頭頂上那躲不掉的無常。可是我們的手裡永遠握着一把槳，長着一面帆。一個愚笨的船夫會整天對着河水咒罵，對着風向跺腳，怨天尤人，結果船在原地打轉，哪兒也去不了。而一個有智慧的船夫，他坦然接受了水流和風向，順着他的勢，巧妙地調整自己的帆和槳，最終還是把這條船划向了他自己想去的彼岸。改不了的那條河和改得了的那面帆，從來都是同時握在我們手裡的。你看，真正的修行從來都不是逼着自己去改变那些根本改不了的東西，把寶貴的生命浪費在和過去較勁、和別人較勁、和無常較勁上面。真正的智慧是有一雙能夠分辨的眼睛，看清楚哪些是改不了的，就坦坦然然地放下，不再做徒勞的掙扎；看清楚哪些是改得了的，就盼盡全力，絕不輕言放棄。能改的全力去改，不能改的坦然接受。而能夠分清這兩者的那一份清醒，就是佛門裡最最珍貴的智慧般若。講到這裡，一定要把一個天大的誤會澄清。佛說有3件事改不了，絕對不是叫你從此躺平認輸，得過且過。這跟那種什麼都不爭、什麼都無所謂的消極是兩回事兒。一個消極的人是連改得了的也懶得去改，把所有的失敗都推給命。而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恰恰相反，他是把改不了的徹底放下，好腾出全部的心力去把那些改得了的做到極致。你看袁了凡，他認清了定数，可他沒有躺平，他反而比誰都盼命的行善修心，硬生生把一個无子短命的命改成了有子長壽的命。所以這一份智慧從來不是讓你少做，而是讓你不做無用功，把力氣全用在刀刃上，這才是它真正的鋒利所在。古人把這個過程講成了4個層次。第一層叫知命，你要先看懂，人生確實有它的規律，有它的定數，不再天真的以為自己無所不能。第二層叫認命，對於那些真的改不了的，過去、別人還有無常，你學會了低頭，學會了接受，這不是懦弱，這是一個人真正的成熟。可是如果只停在認命，那你就又變回了當年那個心如死灰的袁了凡。所以還有第3層叫改命，在認清了定数之後，依然在自己能做主的地方奮力的行善修心改過，硬是把命運的劇本一筆一筆的改寫過來。最後一層叫了命。當你徹徹底底的看透了這一切，你的心就不再被命運牽着鼻子走，不再患得患失，你活得自在，活得安然，這就是真正的解脱。袁了凡就走完了这整整4層。他先是知命，被孔先生算得心服口服，然後他一度認命，整個人槁木死灰。可是遇到了雲谷禪師之後，他奮起改命，用後半生親手改寫了自己的劇本。而當他69歲提起筆把這一切寫給兒子的時候，他早已了命，心中一片澄明寧靜。也許你會說，道理我都懂了，可這一份智慧落到我每天的柴米油鹽裡，到底該怎麼用呢？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你要記住，這裡說的認命從來不是認輸，而是認清。當你又為了一句早就收不回的話而懊悔的徹夜失眠時，請告訴自己，過去那一刻我的確改不了，但從今天起我可以學着好好說話。當你又為了一個怎麼勸都不肯聽的家人而心力交瘁時，請告訴自己，那是他自己要走的功課，我盡我的心，但不再強求，我先把我自己給過好。當你又為了歲月催人老，聚散總無常而暗自神傷時，
請告訴自己，這是誰也擋不住的無常。那我就更要珍惜眼前的人，珍惜這當下的每一刻。你会慢慢發現，當你不再和那些改不了的事死磕到底，那一股原本被白白耗掉的巨大的力氣，足夠你把改得了的這一段人生過得有聲有色。這就是佛說命由己造，卻又有3件事改不了，要留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最深的一堂功課。我們這一生會遇到太多太多改不了的事，改不了已經走遠的昨天，改不了一顆鐵了心不肯回頭的人，改不了花開花落人來人去的這一場無常。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力氣都耗在這些地方，那我們注定一生痛苦，一事無成。可是只要我們願意把這一份力氣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收回到此时此刻的這一念，收回到我們真正能夠做主的地方，那麼命運这2個字就重新回到了我們自己的手裡。與其在改不了的事情上痛哭流涕，不如在改得了的地方默默努力。與其終日抱怨命運，不如就從現在，從你聽完這段話之後的下一個念頭開始，重新去造你自己的命。改不了的我們隨緣，改得了的我們盡心。這一顆心只要安住了，命自然也就順了。這或許就是佛陀留給我們每一個人最慈悲也最有力量的一句叮嚀：命由己造，從這一念就可以開始。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擁有那一雙分辨的眼睛，知命、認命、改命、了命。在改不了的事情面前，學會溫柔的放手；在改得了的天地之間，拿出盼盡全力的勇氣與你共勉。